愿望不是未来式，而是当下的选择权。你是不是常常告诉自己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可以去追求梦想；等我更好了，我就能遇见真正的爱；等一切条件都成熟了，我才有资格去选择我渴望的人生。于是你把愿望放在未来，放在某个遥远的时间点，放在一个如果我变得更好的版本里。可是亲爱的，愿望从来就不是未来式，愿望是一个当下的选择权。它不是等你有一天，而是等你现在。愿望不是要你等到完美才开始，它要的是你此刻的允许。当你说出我想要，并且在心里认可这个渴望，能量就已经开始运作。宇宙不需要你的证明，它只需要你的清晰。它要的不是你努力到某种程度，而是你允许自己当下就选择。亲爱的，当你把愿望放在未来，你就在告诉宇宙，它还不属于我，而宇宙只会如实回应你的频率。但当你把愿望放在当下，你就在告诉宇宙，我已经在这里选择了。那一刻，显化就已经开始。愿望不是一个等到的条件，它是一个现在就可以的选择。选择去相信，选择去允许，选择去对齐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用有一天来拖延自己。你要的生活，不是明天才开始，而是今天就能用能量去共振。你可以说，我现在就选择相信自己值得爱，我现在就选择活在丰盛的频率里，我现在就选择与梦想对齐。这些不是空话，而是能量的宣告。因为当你真心选择，你的频率就会开始转动，而宇宙会即刻回应这份选择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未来式，因为未来没有任何保证。愿望之所以有力量，正是因为它能在此刻改变你的状态，改变你的磁场，改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你要知道，愿望不是一个等着发生的事件，它是一个当下正在进行的过程。当你选择愿望，你已经踏上了显化的路，你已经在创造新的现实。所以亲爱的，不要再把愿望推迟，不要再说等我更好以后，请你现在就选择。因为选择的当下就是力量的起点。愿望不是未来式，它是你手里的权利，是你灵魂的回应，是你现在就能打开的大门。请现在就对自己说，我选择了，我允许了，我已经开始了。亲爱的，当你这么说，你会感觉到能量的流动，你会感觉到生命的转变。因为愿望从来就不是未来的幻想，它是当下的选择权，而这份选择永远属于你。拒绝妥协，才能为真正的愿望让路。你是不是常常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，这样就好了，别要求太多，能有就不错了，还想什么更多？哪有人能真的实现所有愿望呢？于是你妥协，妥协在一份并不快乐的关系里，只因为怕孤单；妥协在一份没有热情的工作里，只因为怕没有安全感；妥协在一个有限的框架里，只因为你告诉自己，
我好像也不配要更多。亲爱的，妥协不是温柔，妥协是对灵魂的消耗。当你一次又一次压低标准，你就在对宇宙发出一个讯号：我不值得拥有最好的，只要勉强过得去就好。而宇宙会诚实地回应你，它不会给你更多，因为你的信念已经设定了不需要。亲爱的，你想要的生活不会在妥协里诞生。真正的愿望需要你勇敢地拒绝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需要你敢说不，才能让是有机会进来。妥协看似给你一种安定，但那种安定很脆弱，它建立在害怕失去上，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丰盛里。你以为自己在保护自己，但其实你是在把自己困住，困在一个比你灵魂更小的盒子里。亲爱的，当你愿意拒绝，宇宙才会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。当你敢说这不是我渴望的，宇宙才会打开新的门，把更真实的选择带到你面前。拒绝不是自私，拒绝是一种清晰，它是一种对自己的诚实，一种对灵魂的尊重。你不是要什么都接受，你是要学会筛选，筛选出那些能与你频率共振的东西，筛选出那些真正能支持你成长的人事物。亲爱的，当你不再妥协，你就在告诉宇宙，我值得最好的，我不会再将就。这样的讯号会让宇宙加倍支持你，因为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迎接真正的愿望。所以请不要再把灵魂放进将就的笼子里，请勇敢拒绝那些只会消耗你的关系，请勇敢放下那些不再适合的工作，请勇敢转身离开那些让你变小的环境。亲爱的，你不是在失去，你是在让路，让真正的爱、真正的梦想、真正的丰盛有空间靠近你。拒绝妥协，不是因为你挑剔，而是因为你清楚，你清楚你要的是什么，你清楚什么与你不再对齐，你清楚自己值得更真实的选择。亲爱的，愿望需要空间才能落地。当你拒绝妥协，你就腾出了空间，让灵魂真正的渴望有机会实现。所以，请从今天开始对自己说，我不再将就，我选择等待与我频率对齐的礼物。当你这么做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失去的，其实不过是替真正属于你的让路而已。亲爱的，拒绝妥协，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任，因为你相信，宇宙会为你准备最适合的答案，而你值得那个最好的答案。愿望没有错，压抑才是能量的阻塞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当心里浮现一个渴望，你却立刻把它压下去？你告诉自己，这太奢侈了，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怎么能去想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？于是愿望还没开口，就被你自己否定了。梦想还没成长，就被你自己掐掉了牙。亲爱的，愿望没有错，错的只是你一直在压抑。因为每一次压抑，你就像在堵住能量的河流，让生命的水流停滞，
让你的灵魂渐渐失去光泽。愿望不是负担，它是灵魂的呼吸。它提醒你，这不是你要妥协的人生，这不是你唯一的可能。它在轻轻地说，你可以走向更好的地方，可是你却常常害怕。害怕愿望太大会失望，害怕愿望太真会受伤，害怕自己不配得起。于是你选择压抑，选择假装没有想要，选择告诉自己，这样就够了。亲爱的，压抑不是安全，压抑是阻塞，它不会让你免于痛苦，它只会让你失去流动的可能。你以为自己在保护自己，但其实你在拒绝宇宙给你的礼物，因为宇宙只会回应你允许的。当你压抑愿望，你就是在告诉宇宙，我不要，而宇宙会诚实地回应你的不要。它不会强行闯进来，它会尊重你的选择，然后默默后退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错，愿望是门。当你敢承认它，门就会打开，光就会进来。不要再责怪自己想太多，因为渴望是灵魂的讯号，它告诉你，有些事还没有完成，有些梦还在等你，有些版本的自己还没被活出来。亲爱的，你不是因为有愿望才不安，你是不安，所以才不敢拥抱愿望。你不是真的不想要，你只是怕要不到。可是请记住，愿望本身就已经是能量的流动，它不是要你马上得到，它只是要你先承认，承认你想要，承认你值得，承认你愿意。当你开始承认，能量就会重新流动。当你开始允许，宇宙就会开始靠近。当你开始打开，显化就会开始发生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再压抑了，压抑只会让你麻木，只会让你远离自己。愿望不是错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你还有更多的可能，你还有更大的容量，你还有更多的光要释放。请现在就对自己说，我的愿望没有错，我愿意承认，我愿意拥抱，我愿意相信。亲爱的，当你这么说，你会感觉到心里的水流重新流动，你会感觉到一股久违的自由。因为愿望不是压力，愿望是力量，它不是阻塞，它是通道。愿望没有错，错的只是你一直在害怕它。当你愿意打开，它就会带你回家，带你走向一个更真实的自己，带你遇见一个更丰盛的世界。愿望不该是压力，而是回家的方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心里有一个愿望时，你常常不是感觉喜悦，而是感觉到沉重。你开始焦虑，开始急迫，开始觉得我必须快点实现。你甚至会因为它还没到来而自责，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，是不是自己的能量不够干净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于是愿望本来该带来的光，渐渐变成一种压力，压在你心里，让你越想要，越觉得匮乏。亲爱的，愿望从来不是压力，它是一种方向。它不是来提醒你你还不够，而是来提醒你
你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愿望不是一种欠缺，愿望是一种召唤。它告诉你，灵魂还有一些部分渴望被活出来，渴望被看见，渴望被拥抱。你想要的爱，不是因为你不完整，而是因为你的心正在引导你去靠近爱的本质。你想要的丰盛，不是因为你现在匮乏，而是因为你的灵魂正在邀请你去对其更大的流动。你想要的自由，不是因为你被困住，而是因为你的灵魂知道，自由是你最自然的状态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再把愿望当成压力。当你觉得它是一种负担时，你就会把自己困在还没有的感觉里。但当你把它当成方向时，你就会感觉到正在路上。愿望不是要你逼迫自己，它只是要你提醒自己，那里有一条路，通往我更真实的自己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一种责任，它是一种导航。它像星星一样，不会责怪你走得慢，它只会在远方闪耀，告诉你，你正走在对的方向。所以，请不要再因为愿望还没实现而焦虑，因为焦虑只会让你觉得自己永远追不上。愿望不是追逐，愿望是回应，它不是压力，它是邀请。当你这样看待愿望，你就会感觉到轻盈，感觉到踏实，感觉到喜悦，因为你知道，每一步，不论大小，都在靠近那个方向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压力，它是回家的路标。它不是来让你自责的，它是来提醒你，你值得，你可以，你正在回去你最真实的地方。请现在就对自己说，我的愿望不是负担，它是光，是方向，是回家的邀请。亲爱的，当你这么说，你会感觉到愿望不再压迫你，它开始支持你，它开始推动你，它开始带着你往前走。因为愿望从来不是要你扛，而是要你跟随。它不是压力，它是方向，而那个方向就是你灵魂的家。愿望会测试你有没有准备好接受丰盛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当你在心里许下愿望，宇宙很快就开始回应。可是那个回应，并不是你以为的礼物，反而是一连串的挑战。你想要爱，却先遇见一段让你学会界限的关系；你想要自由，却先被困在一份让你窒息的工作里；你想要丰盛，却先被迫面对自己对金钱的不安全感。于是你怀疑，是不是我的愿望根本不会实现？是不是我吸引力法则用错了？是不是我不够好，才得不到？可是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愿望不是没有来，它只是用测试的方式再问你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愿望是灵魂的召唤，它不是单纯给你一个结果，它是邀请你成为一个能承载那个结果的人。所以在礼物来之前，你必须先学会承受，先学会对齐，先学会相信。亲爱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愿望会测试你。它不是要刁难你，它是要确认，当丰盛真的来到你面前时，
你有没有足够的容量去接住它？你想要爱，那么宇宙就会先让你看见你在哪些地方还在讨好，还在匮乏。因为如果不先清理，你就会用恐惧把爱推走。你想要金钱，那么宇宙就会先让你经历一些挑战，逼你去更新对金钱的信念。因为如果还停留在金钱很难的频率里，再多的钱也会很快流失。你想要梦想，那么宇宙就会先给你机会去面对恐惧，去看见自己对未知的不安。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勇气，梦想就会成为另一种压力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测验你够不够格，而是帮助你成为那个能够接收的人。它的每一个测试都是在帮你打开更大的空间。所以当挑战来临时，请不要急着说我失败了，请你对自己说，这是我的愿望在确认，我准备好接收了没有？亲爱的，愿望会测试你，因为他爱你，因为他知道你值得更完整的礼物，因为他要确保你不是在用怀疑去接收，而是用信任去拥抱。请把这些测试当成礼物的一部分，因为当你穿越它们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力量，也会发现愿望比你想象中更靠近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在远方等你，它已经在你身边。它只是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能够接住它的人？当你说愿意的那一刻，测试就会转化成通道，挑战就会变成祝福，而你也会真正打开双手，去迎接属于你的丰盛。愿望不是逃避现状，而是唤醒灵魂记忆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自己？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不安分的念头？当别人告诉你这样就够了，你却还是觉得心里缺少什么，觉得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。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贪心，是不是不懂感恩，是不是只是想逃避现状。可是亲爱的，愿望从来不是逃避，真正的愿望不是你想要丢掉现在，而是你灵魂在提醒你，你还有更大的可能。愿望不是一个逃生口，它是一个方向标。它不是在告诉你这里不好，而是在告诉你那里有更适合你的位置。亲爱的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你的灵魂不曾记得什么，你根本不会有愿望。愿望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灵魂深处有一份记忆，记得你真正能活出的样子。你想要爱，是因为灵魂记得完整的爱的频率。你想要自由，是因为灵魂记得无拘无束的状态。你想要丰盛，是因为灵魂记得流动的本质。亲爱的，这些不是你贪心，而是你在回应灵魂的召唤。愿望不是要你否定现在，而是要你开始转化现在。它不是让你逃走，它是邀请你成长。当你把愿望看成逃避，你会对它产生愧疚，你会压抑，你会觉得是不是我不该想要更多？但当你把愿望看成灵魂的记忆，你就会开始尊重它，开始信任它，开始允许它引导你前进。亲爱的，你要的不是逃避现在，而是活出更真实的自己。而愿望
就是帮助你回到真实的钥匙。请你把愿望当作是一封来自灵魂的信。它写着：亲爱的，你忘了，你本来就有能力，你本来就值得爱，你本来就可以更自由。当你敢打开这封信，敢承认里面的讯息，你就会开始走上一条回家的路。亲爱的，愿望不是现实的敌人，它是现实的延伸。它不是逃避，它是呼唤。它不是破坏，它是建构。所以，不要再压抑了，不要再怀疑了。你想要的，不是因为你不满足，而是因为你的灵魂正在提醒你，他还记得更大的爱，更广的自由，更深的丰盛。亲爱的，当你理解这一点，你会开始温柔地看待自己的渴望，不再抗拒，不再否认，而是带着信任与感谢去拥抱它们。因为每一个愿望都是你灵魂的回声，它不是逃避现状，它是唤醒你记得自己真正的样子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